赵子阳说，分权就是核心问题。他说，但是这个话不能这么讲。我们知道，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的控制就是通过对人头的控制所以这个组织部是他最大的权力部门管人头80年代有一个说法嘛，叫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对，那你要想升官，就和组织部搞好关系嘛。这个刀呢，一刀就切向组织部那如果还是政法委来领导，永远法治不了因为那么共产党这个政法委员会决定一切案件怎么判，所以马上他就要说，那得把政法委取消掉。所以说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当时在中央层次已经取消了政法委了。邓小平设想的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模式呢，就是不是大事小事都抓在共产党手里它是一个有点西方公司治理的模式，就是共产党是董事长那么你这个政府的首脑或者企业的领导人这个就是 CEO。邓小平看了以后呢，就说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说要搞三权分立这个我们表达要有技巧了所以邓小平也不能说我们搞三权。邓小平说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说要搞三权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搞了一点三权分立那邓小平讲的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最对的吧，是吧？这个实际出发应该是最重要的吧。结果我们这个同事讲了一句话，他说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说到邓小平也谈政治改革，赵紫阳也谈政治改革，现在听一个总理后来变成总书记的，当时赵紫阳还是对总理，对已经总理，提出来削弱共产党的权利，这个话现在普通的观众怎么听都觉得这不是共产党的高官自己能说出来的话，所以现在回头看赵紫阳，真的他是是基于，因为有很多讨论说，不管他们怎么改，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您觉得赵紫阳根儿上的初衷是维护党的统治，还是真正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还是他像蒋经国那种思维，觉得我如果不改，我这个政党也要倒？这个赵紫阳当时用的当然不是削弱共产党的权利这个说法对，在表达上呢，中国这个政治环境里表达有很多猫腻但是为什么我敢于用这个词来这个概括赵紫阳的想法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第一次和赵紫阳开会的时候，这个是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一次会议，这个是1986年的11月初。我们是10月开始研讨，大约一个月以后吧。那么当时就讲说，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到底是要做什么东西？对那么它的这个中心的东西是什么？是然后大家各种各样的议论。赵紫阳说，分权就是核心问题。他说，但是这个话不能这么讲，对，这个话不能这么讲。他自己说出这句话，这句话不能这么讲。他有好几次他都说就是说他讲这个东西，他就讲说，你比如说当时我们讨论这个基层生活土皇帝很多，对，这个党委书记控制一切党委办公室。那在毛这个体制下，党委办公室你要谈恋爱，你要登记结婚，你要生孩子，党委办公室都控制了你对，所以这个赵紫阳就讲，他说中国这个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他就讲党委书记嘛，你名义上说是厂长在那里就是管理是吧？等等，校长在那管理。他说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对，讲完了以后他说，那时候邓小平是太上皇，那个他讲的话的时候，胡耀邦已经被搞下台了，对，所以他讲完了以后，他顿了一下，他说这个话不要出去讲，对，有这种情况，对。所以他思想里头还有他最终的这个目标，他是要分权的。这个邓小平呢也讲这个党政分开实际上就是削弱党的权利，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那么邓小平他有一个
他的一个分权模式。他的分权模式呢，这个薄一波在我们这个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上呢，他明确的讲过，他说小平同志早就讲过，党领导的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这个甩手掌柜啊，甩手掌柜就是说大权是在我手里，但是平时的事情呢你们去管。邓小平个人的领导风格也是这样子，对，不管小事儿，对他不管小事，对他用很多的时间去打桥牌，这个享受生活。这个最近我还看到，关于彭真的这样一个记述啊，当时文革以前，邓小平是中央这个书记处的第一把手总书记啊，彭真是没有名目的副总书记啊，第二把手。对，说彭真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回忆说，这彭真不像小平同志那么会生活。啊，一天到晚就是看文件呀，忙得不得了。说邓小平就是有很多的时间用来打桥牌啊，这个游泳啊等等做这些事情。他只管大事啊，所以这个邓小平设想的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模式呢，就是不是大事小事都抓在共产党手里啊，它是一个有点西方公司治理的模式，就是共产党是董事长。啊，那么你这个政府的首脑或者企业的领导人啊，这个就是 CEO 啊，就是总经理啊，你们去管事。所以你看，等他当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物以后，他不要这个最高领导职位，对我就是一个董事长，平时我也不管事。那胡耀邦做总经理啊，你不行把你换掉啊，再聘一个总经理，对赵子阳啊，这他也有分权的这样一个想法，但他的分权的想法呢，就是这么一个想法。那么共产党的权利这一条是不能挑战的，是不能质疑的。但是就是共产党怎么样行使权利啊，这个是有学问的，这是邓小平的这样一个设想。那么赵子阳呢也会讲，就是说我们不是讨论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问题，而是讨论共产党怎么领导的问题。那你不讲这样的话，那你作为这个你设想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不可能推得行得通的。但是赵子阳呢，他是一旦深入探讨这个共产党这个领导体制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你比如说要讲法治啊，要讲法治，那法治以后呢，马上就遇到一个那共产党的政法委啊，每次这有什么案件要怎么样判，对这个法院院长、法官都得要听共产党政法委的，而且西方的这个法律体系、司法体系、法院、检察院和这个警察。这是一个大三权分立下的小三权分立。西方的这个三权分立不仅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在司法体系内部有一个小三权分立。检察院管起诉，对这个警察管抓人，这个检察院管起诉和调查，法院管判决。这个是一个小的三权分立。那么在共产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把西方现代的这个政治制度这个东西在表面上都给你搬过来了，什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啊，什么这个宪法啊，包括这个法院、检察院什么都这一套。但是呢，他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精髓给你抽掉。那么法院、检察院、警察、公安局，这都是受党领导的。对，然后到党的政法委一起来开会，然后讨论这个案子怎么判决，那就没有三权分立了，那因此也就容易出冤假错案了。那么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法治，那么最后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还是政法委来领导，永远法治不了，因为那么共产党这个政法委员会决定一切案件怎么判，所以马上他就要说，那得把政法委取消掉。所以在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政治改革的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当时在中央层次已经取消了政法委了，在地方已经开始实行。但是没来得及了没来得及，这也是一个例子。不一定赵子阳开始就是想说我要把这个对共产党的这个一个权力的削弱推到一个真的是共产党不要执政了。我觉得他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在深化。他讨论一个问题马上就遇到，比如说他强调选举要反映选举人的意志，这个共产党基本上来说从传统上是从理论上是不否认这一点的。搞插额选举，
那么搞超额选举，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候选人谁来提？过去全都是党委组织部提的，那选民自己提的这个候选人，如果当选了怎么办？等等。那么这些问题呢，马上就遇到一个说，那这个党的这个党委组织部扮演一个什么职能？那么因此就提出了对党管干部的质疑。我们知道，共产党对整个中国的控制，就是通过对人头的控制，所以这个组织部是他最大的权力部门，管人头，80年代有一个说法嘛，叫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对，那你要想升官，就和组织部搞好关系嘛，这个刀呢，一刀就切向组织部。那么切向组织部呢，还不止这个了，你比如说，要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今天在中国实行的这个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完全把当年我们讨论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和这个共产党把什么法院、检察院，把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搞到中国是一样的办法，就是把你的精髓、魂灵给你抽掉只用了这一个名目。那么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一个多党执政下必然出现的一个东西。那没有多党呢，也可能会出现，这就像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那么它有这个秀才考，它有这个官僚体系官僚体系。那官僚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稳定的治理国家的这样一个一套系统。当时在讨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时候呢，那中组部对这个东西就非常抵触，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政府的这些执行公务的这些人员，那么他必须按照执行公务的要求，叫做管事和管人相结合。就是说，如果我的干部都是你中央组织部给我派来的，但是你也不知道，就是说我教育部需要什么样的干部是吧？我外交部需要什么样的干部？你是中央组织部是只从政治这个角度去看，那你只管这个人，但是这个他在事上的这个表现，你管不了，那么这个东西就出现矛盾了嘛。所以中央组织部不愿意放这个权。那么我们当时提这个国家公务员制度，这个实际上是严家琪的一大功劳了那个严家琪给鲍同讲，鲍同强调了这个东西那么鲍同非常花力气来推，因为鲍同自己是中央组织部出身，对，他是中组部出身，对，他对中组部那些矛盾太了解了但是呢，中国这事情很有意思了，因为他自己是中央组织部出身，所以呢，他对别的这样一个部门呢，他有时候就是说，实际上他敢，因为没有利害关系，没有过去的这种各种各样人际的考虑，他就是说什么想的他就讲了。他对中央组织部讲话的，其实往往就是特别的委婉。我当时感觉的就是说，因为他自己中央组织部出身他背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当时和那些人际关系怎么样而且可能人家会对他反而更加的，就是说容易产生反感你自己从中央组织部出身，最后你把中央组织部的权力全都给拿掉可能有这些考虑。但是呢，他非常坚定每次中央组织部来汇报，他都要讲这个国家公务员这个制度，要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用鲍同的话来讲，就是说治理国家，对这是一切专门的学问，所以呢，要有专门的人员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你党，这就像西方的执政党一样，你就是做这么几件事。第一就是说你提出政纲最后选民觉得你的政纲好，你就选上了嘛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一党制的情况下，那你也就是第一任务是提出政纲，第二就是说你推荐政治领袖人选这就像在美国，对，那么共和党上台国务卿什么什么换一批，但是国务卿对下边的整个这个机器，整个国务院你是不会换的这个机器就是稳定的。所以呢，这个民主制度下这个设计就是说，治理国家是有一台机器这是专业运作的机器在这里治理。那么每次选举换的是谁来操作这架机器？当时呢，我们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也是要在中国搞这么一个东西那么这个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中国没有政党轮替那么中国这个国家公务员在西方是政治中立的，我既不是共和党的，也不是民主党的，谁上来我就听谁的指令来运作，当然要按照我所知道的这些专业的规范来运作。这个我的升迁也和谁上来没有关系那可能
你这个党上来，你把你一个可能原来什么都不懂的一个人放来当国务卿，那这是你党的问题，这个我管不了。但是至于底下这些具体来操作外交事务这些人，那这个要按照他的规范来考核来牵升。那么在中国呢，马上就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公务员和这个政党之间是什么关系？他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就是说，首先得是党员，对，经过党的标准和考核。那这个在当时呢，当然只能就是说，这个当时我们这个提出的是说，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对，这个是政治上中立的但是呢，他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下那他当然就是说这个不违背共产党的这样一套东西的这都是任何的一个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嘛，对，那个可能在这个来上，那么比如说3年5年那么可能就开始再往前走一步。当时没有提出多党制的问题嘛，对。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当讨论到公务员这个时候呢，那么赵紫阳就开始意识到，就是说，那完全由党的组织部来管理那就有问题了那么他就开始提出的党在这方面的权利，他就开始提出质疑，提出要分下来。这个例子非常多，我觉得在最开始政治改革思路的时候呢，邓小平非常明确，就是集中从提高效率，保证经济上的这样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管理的效率，从这个角度来提出的。但是赵紫阳呢，从一开始就提出了2条第一条叫做这个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和邓小平这个是提高效率、推动经济建设是合拍的。那么另外一条呢，这和是1980年代胡耀邦那一轮政治改革是合拍的，因为那一轮政治改革是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权力有所制约包括有这个宽松的讨论环境赋予民间有言论的等等自由，从这个角度。然后呢，赵紫阳是从说国家长治久安，用这个角度来提出那么这个就是说长治久安你怎么样来解读呢？其实我们座谈会的时候就问大家，请别的人来谈了各个方面的国家中央各个机关，也包括比较基层的来座谈，就问他们说赵紫阳是提出了这个要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有利于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那么你们讲一讲，就是说什么样的东西才有利于这个东西一说有利于长治久安，那么大家就说，那像文化大革命这就不是长治久安，不断的动乱，对，你也不知道这个领导人今天这么想，明天那么想这个就不是长治久安。那么然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世界上这些各个国家当中，什么样的国家是长治久安的状态，什么样的国家不处在长治久安状态？这很简单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是长治久安的那么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尽管有内战那么你不会感觉到说这个国家处在动荡之中这个你不会感觉到说从官员到民众的权利随时可能被这个政府拿走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在语言表达上呢，当然有它的技巧，这个但是在思路上呢，就从这里看得出来呢邓小平和赵紫阳呢是有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1989年赵紫阳下台以后，邓小平讲过一个话，邓小平说赵紫阳有他的东西，他总是打着我的旗号讲他的东西。这个我想呢，邓小平不是没有看出来。那我们在搞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形成了计划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计划送到邓小平那里去之后呢，也是被邓小平批评了对，那个当时搞得很紧张这个这是1987年的5月份吧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研讨进行了半年多，已经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做总体设想那么这个总体设想呢它的主要的内容就写进了13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那么这个13大报告的第一个稿子写好以后呢当时邓小平在1987年的4月就催促赵紫阳说13大报告的这个稿子早点写好
拿出来，我们都提一提意见。这就是说他要赵子阳交作业了啊，催他交作业了。这个所以就很快的赶出来的第一个稿子就交到邓小平了。邓小平看了以后呢，就说，大体上原话就是说，这个报告呢看了没有什么意见，就是写的太粗了，语言不生动就说，然后下边说，要说有意见，就是对政治改革这部分有些意见，说，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说要搞三权分立。这就我们表达要有技巧了，所以邓小平也不能说我们搞三权。那比如说，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你们也没有说要搞三权分立，但是是不是也搞了一点三权分立？然后下面就是说，不能迁就民主化的要求，这个情绪，这个要讲专制，要讲专政要讲专政。这个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这个，那么他就实际上看出了，这个赵紫阳主持鲍同主持我们搞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案里面，那么有西方制度的这样一个因素已经渗透到里头来了，这里边有走向那个制度这样一个苗子，他看出来了但是呢，表达的我们比较也是有技巧，所以他说你们也没有说要搞三权分立，是不是也搞了一点三权分立这个邓小平这个话一下来其实我们搞政治改革这个研讨过程中呢，是不断的回过头来讲前一段搞得怎么样，前一段搞得怎么样。鲍同有一句话，我觉得给我印象深刻，我觉得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做这个事情那对这个我们这个国家是关系太重大了。他说，那么一定要不断的反省，我们是不是尽到了我们的责任。那么他说，这个出错了主意，这是罪人那么该出的主意没有出，这也是罪人所以呢要检讨。那等邓小平这个指示来了以后呢，马上就是鲍同就提出来，他说我们现在要和邓小平对表这过去这个手表都不是现在这种电子的，大家起来都是一样的机械表，对，所以你看那个战争之前是吧？都要对下表说现在要和邓小平对表，这个专门编了邓小平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的论述。我们这个政改办呢，也有一位同事呢，是当然在这之前了，专门从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请了他的副组长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他对邓小平的这个东西很熟悉，所以我们就是要问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和邓小平的相抵触这个我们讨论，当然那个时候内部讨论了，我们年轻人也满不在乎，我们就说要从实际出发嘛，这是吧？这不是共产党讲的这个语言嘛？邓小平不是强调要实事求是嘛？对，我们就讲就是说那意思，那邓小平讲的也不一定就是这个最对的嘛，是吧？这个实际出发应该是最重要的嘛。结果我们这个同事讲了一句话，这是金句，我们也奉为名言，我们都认了。他说，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对，我们想对，那也是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老想的是从底层的要求、经济建设的要求、如何长治久安、民众的想法。但是问题你搞了半天，邓小平坐在那里，他不给你通过，你这东西还是不行他说的这句话就是邓小平就是中国最大的实际，这句话我们都服了。我说好，是这样。这个所以这个最后当然有一通反省了一通反省。实际上就是你看，在这个政治改革研讨的这个1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断的会进行反省哪些地方可能就是说这个反省呢，有从政策的角度去反省的，有从理念的角度去反省的，那也有从如何通过这个方案。你最后研讨了半天通不过，再好的东西也没有用嘛。其实就是说你能哪怕进一小步的改，比你提出了一大步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改成，我们认为那就更有成效那么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嘛。对于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来讲，设想10年的光景到中共15大，可能中国那个时候
北方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也在进行政治改革，南方的这个台湾，对蒋经国在1986年、87年87年还是86年，民进党都成立了，对这个也在开始搞政治改革，所以那个时候呢，设想到中共15大可能能把当时也就是现存的中共体制能有一个彻底全面的改造，就大体能够做到了。这个都不是赵子阳说的了，也不是鲍彤说的，这就是我们底下这个在那里议论。